时间预留空间，这烟火滚烫人间，生生不灭，深情最难。一面是闲谈，一面是考验，挥之不去白马少年，这青葱郁郁从前。苍茫时刻，人心最难，有人出列，有人出现。肩并肩向前走，正义使然，静等时间给出的答案。坚持勇敢，哪怕再难，念念不忘中的圆满。先生，不好意思，是您叫代驾吗？这么久，你怎么才来呀？啊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电动车没电了。行了，快点。好的。这个投诉你。小子，你还挺有种啊！你还真打呀！给他倒酒。喝吧。你让我打人，我也打。酒我喝，但我有一条件，就冲你今天这表现，说，我喝多少酒，你给我折多少钱。高子，这个，给我拿现金。好嘞。开始吧。长得挺好看。先生，请系好安全带，危险。长这么好看，敢代驾，可惜了。先生，您坐好。可惜了了。还有吗？他喝了多少酒，就给他多少钱。如果他明天起得来，把他带到我那儿去。
时间预留空间，这烟火滚烫人间，生生不灭，深情最难。一面是闲谈，一面是考验。挥之不去，白马少年。这青葱郁郁从前。你还知道回来啊？你手机为什么关机？你这么大个人了，你怎么一点责任心都没有？我昨天晚上在家等了你一晚上，你知道吗？我问你话呢。林梦秋，你学不上了，我劝不动。你说你想打工还钱也可以，你这一宿一宿的晚上不回家，你到底在外面赚的是什么钱？我赚的都是干净钱，没干坏事。昨天法院的人已经过来找过我了。你到底在外面欠了多少钱？你今天必须给我把话说清楚，你说也得说，不说也得说。我昨天晚上开代驾，没想到那个客户是个流氓。我想打电话，但是我的手机没电，我也不知道该找谁求救。他还搂我，还亲我。拼命的挣扎，我咬他，我打他，我好不容易才挣脱。你过来报警啊！我就是跟你聊聊天。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别喊，别喊！街上一个人都没有，我的电动车也没电，我就推着我的电动车。走啊，走啊，走啊！我走着走着，天就亮了。张嘴。不想吃，没胃口。那吃口咸菜。不吃。大早上的，你又怎么了呀？唉，人都说呀，久病床前无孝子。我这亲儿子连个影儿都看不见。这话说的，我不是在照顾你呢吗？亏了有你吗？我不管啊，你好好的养身体，病好了你爱怎么生气怎么生气。来吃。太行了，到点了，你上班去，我来。我必须得让他吃啊，让他吃，他不吃怎么恢复身体？烫。你今天就一个任务啊，吃好睡好，有事随时给我打电话啊。麒麟，哎，麒麟，来，方强还没找到，还没呢。哎呀，你放心吧，他这么大的人，他不会出事的。我不是担心他，我是担心他。方强，我很少说他，不会没有这么当儿子的。妈都病成这样了，他也不回来看看。他从小就听你的，你尽快把他找回来。行，我知道了，我会尽快找到他，把他拽回来，当面给姑妈认错。对，你姑妈这个人啊，刀子嘴豆腐心，你把他拽回来，当面叫个妈，让姑妈骂两句，没事儿了。不想给他违反安全。这粥必须让他喝完。哎，
我走了啊！哎。沈哥，飞哥。这次的响应就很好嘛，记住这个数值 ，OK？ 哎，好嘞，飞哥。飞哥，昨天晚上我喝多了。飞哥，这钱给您，收着吧。哎呀，这钱我不能要，这是你应得的。谢谢。你小子挺有血性的，啊？想跟我干吗？啊？跟我干，优点就是有机会，有钱赚。缺点呢，有可能有那么一点点的小危险。这个，给你3秒钟的考虑时间。3、2、1，都听飞哥的。好，我名下还有个钓虾场，先去那儿练练。明天带他去钓虾场。好的，飞哥。这个俱乐部是我的，随便看，随便玩。我代表市政府，向参加本次开标会议的各位来宾，还有投标单位的代表，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。大家都知道，晨光广场项目并不是第一次开发，我们也吸取了以往的经验，总结了教训，力求这次能够顺利完成。在座的各位都是商界领域的佼佼者，也有着丰富的商业经验。但是我要提醒大家，所有的商业开发都是要在依法合规的准则下。建设青港，也就是建设我们自己的家，在这个家里容不下一点点灰尘。各位企业代表也可以表表态。今天咱们就是畅所欲言嘛，啊！来，有请尚总。作为青港的商业代表，我尚永道今天在这里向楚市长及各位领导郑重的承诺，坚持依法合规的按流程完成竞标，也希望在座的商业伙伴和我们上元集团一道，公平公正的良性竞争。我们的最终目的不是为了拼个你死我活，更不是为了中饱私囊，而是为了青港的未来。说得很好，尚总也说出了我的心声，请大家团结一致，让我们青港长青，晨光长明。其实，我知道你在送外卖。我在路上见过你，你以为
你裹得严严实实的，我就认不出来那是你了。你可别忘了，咱俩是最好的朋友。你是白天送外卖，晚上干代驾的。你能告诉我，你到底在外面欠了多少钱？到底是因为什么才欠下的这些钱？我不能说。行，你不想说，我也不逼你。我现在卡里有2万多块钱，我现在就给你转2万过去。你就当我花这2万块钱买你1天时间，先吃面，吃完面好好休息休息，睡一大觉，行吗？别传，我不能要你的钱。严迪签订了赠与合同，他现在的作品全部归属于 Simon 的艺术基金会。但是请注意，这里应该不包括他在婚内向 Simon 赠予的那18幅作品。我们看到的那个视频，严迪婚内赠予 Simon 的18幅画作，已经在被称作重生的行为艺术中给烧掉了。是的。那我们要着重注意一下 Simon 这个人了。如果有财产转移的行为，以严迪艺术家的性格，比较偏执，比较古怪，相信直觉，他应该不会想出这么缜密的计划。严阳，喂，你查一下那个基金会。Simon 说会把严迪的收入全部捐赠出去，现在有没有实际的行为？知道了。叶轩，你联系一下石健康，我下午想跟他见一下，看看他有没有可能降低一些补偿金额，尽快达成和解。好的。来说，李梦秋呢？他家里比较困难，他一直打工挣钱给他爸治病。他家里还有个弟弟，学习成绩还不错。我们已经查过他银行卡流水了，一共借了6万，5万2寄回了家里，自己留了8000，这和他老师说的情况是对得上的。但是呢，中间有一个疑点。什么疑点？我查过明庭判决书，他们这个还款时间定得非常死，只有2个月。2个月，他还得上吗？还是他根本没有打算还？不排除这种可能性。但是呢，这跟他4个月以来一直都努力赚钱还款呢，又产生了矛盾。我们去找过他了，林梦秋现在已经离开了学校，我们找到了他最好的朋友，叫吕文文。这个吕文文呢，拒绝向我们透露任何林梦秋的信息，对我们好像还挺有敌意的。让我们为晨光广场项目一起努力。大家再见，谢谢啊！再见。哎，尚总，今后咱们要多多合作，一起赚钱啊！哎呀，我们上元集团啊，循规蹈矩，不像陈总您信马由缰，怕是跟不上你的脚步啊！哎呀，尚总说笑了，这处市长说了，我们要共同把青港建设好。好啊，那我们就按楚市长说的那样，依法合规，合作的机会啊，以后多的是。齐法官，你是怎么找到蒋云霞的？联系方式卷宗里不都有吗？可我按照上面写的联系过了，他没住在海曙花园啊。我给海曙花园打过电话了，物业说他有2处房产，现在他住在江湾小区。我怎么没想到联系物业呢？下次你就能想到了。齐法官，我想拜你为师。千万别啊！法院的老传统呢是传帮带，但是咱们现在呀是互帮互助，不存在拜师的事。再说了，我已经有个徒弟了。谁呀？少君啊，他不光是我徒弟，还是我师傅呢。那我不管，反正你这师傅我认定了。师傅，请授徒儿一拜。
我也要拜你为师。别捣乱，广场舞跳完了，该我们上场了。最近想跟您见个面啊，真是太难了。我估计啊，晨光项目一启动，想请沈处长吃饭的人啊，得排着队绕住建局大楼10圈。哎，陈总开玩笑了，现在是特殊时期，比较敏感。别说您这儿了，其他公司的饭局我都推，你闲吗？我们也不想给沈处长添麻烦，可有些事情啊，必须得当面聊。我知道。招标吹风会上，尚永道出来表态，让陈总心里边很不舒服。但是招标就是行业竞争，得允许彼此表达一下不同观点嘛。沈处长是误会我了吧？我认为尚总讲得非常好，尤其是他提出公开、公正、公平竞争，不是为了拼个你死我活，而是为了行业共同发展。我举双手赞成啊！陈总今天找我来不是为了这事儿。难道我陈启伦在沈处长眼里就这么心胸狭窄啊？没，是刚到了一批阳澄湖大闸蟹，我想请您尝个鲜儿。我黄酒都温好了，啊，请，请。到底什么事？不告诉我的话，这大闸蟹我可吃不下去。真没事儿。陈处长，晨光广场大概计划入驻多少商家？李总，你别介了，这可是保密的。我就随便问问。来，吃大闸蟹，吃大闸蟹。张阿姨，请坐。你们找我来有什么事吗？你跟谭文是怎么认识的？啊，我们舞蹈队老孙介绍了，说小谭这个基金啊特别靠谱，借了他5万，2年后连本带利回来了7万。我们舞蹈队好多人都想买，我跟老孙是舞伴，关系好才买到的。他是怎么给你返钱的？啊，我给了他6万，他1个月给我3000块钱利息，说满1年后把本金再退还给我。我一算，这太合适了。戚法官，这不算是高利贷吧？我没犯法吧？你放心，你跟谭文之间呢有着明确的约定，不算犯法。那你找我干嘛？我就是想问一下，你为什么要起诉被告人？因为中间有2个月谭文没有给我利息钱，我着急啊，我以为他是骗子跑路了。后来，谭文主动带了律师来找我，说是贷款的人失联了，他一直在找他，现在人找见了，说让我出个庭，这钱就能找回来。你在法庭上是怎么说的呢？我都是按照律师交代的说的，就说这钱都是我的退休金，一辈子就攒了这么点钱，这要是还不上，我晚年的生活就一点保障都没有了。然后官司就打赢了，谭文很快就把欠的那2月利息钱给我补上了。要我说，还是你们法院好，向着我们老年人，要不然我这损失就大了。被告是叫林梦秋吗？就是他，他根本就没有出庭，宣判的时候他都没来。你好，请喝茶。谢谢。谢谢。说吧。施先生，我们从严迪那儿了解了一下情况，他现在态度非常坚决，不愿意再给您任何的补偿。唉，仍然拥有的，仿佛从眼前远遁；已经逝去的，又变得栩栩如生。哼。
施先生，我们今天来呢，就是想了解一下，有没有执行和解的可能？您有没有可能把要求的补偿金降低一些？这样我们也好再去找严迪继续沟通。梅菲斯特知道吧？浮士德里的魔鬼。我曾经以为我就是梅菲斯特，用文字诱惑了严迪的笔。我们曾经是美好的，直到他离我而去，我才明白，他才是梅菲斯特。而我曾经注视着的整片天幕，都被他无情地撕碎了。施先生，你们离婚的时候，房子、车子都判在了你的名下，你又要求了500万的补偿金，他也同意了。其实您得到的并不少。我个人建议啊，如果你想这件事情尽快解决的话，能不能考虑一下，把补偿金额降低一些？浮士德将灵魂抵押给了梅菲斯特，只要停止对生命的追求，那便是他的死期来临。所以，我别无选择。施先生，我们能不能好好谈一下严迪的补偿？他当然要给我补偿。我本来要用我这一生写一本小说，就是因为他，我现在一个字都写不下去。这是信仰的坍塌。没有了信仰，我就是一具行尸走肉，我的余生还有什么意义啊？这是赔偿的问题吗？你认为区区500万就能买断我的灵魂吗？可笑！我在想啊，你有没有可能让一步，把这个补偿金额降一下？这个事情拖下去，对你们双方来说都是精神的折磨。文学不能当饭吃，人也不可能在梦幻里生活，日子总得过下去嘛，对吧？你怎么可以这么说话呢？好像石老师是为了钱，太俗气了。那个女人她深深地伤害了石老师，她就是一个魔鬼，她应该受到惩罚。请问你是？我的学生。俗气是俗气了点，但我们执行工作，就是为了使判决最终能够转化成物质结果。说吧，补偿金额能不能降？500万，1分都不能少。螃蟹吃了，酒也喝了不少，嘴还挺严。只有谈不拢的条件，没有谈不成的买卖。人就是这样，好东西吃多了，胃口就越来越大。想吃就好。林梦秋，我知道你在吕文文家，我在楼下，你下来吧，给你5分钟的时间，否则我就上去。跟我玩消失是吧？你是不是真忘了我是干什么的？你说这债，它能躲得过去吗？当然，还债呢，它也不一定非得要你钱，是吧？文哥，我还钱，我一定还。好啊，那你现在给我转过来啊！可是。我爸有病了，你再宽裕我半个月，我发的工资钱全都给你，我1分都不留，行吗？给脸不要脸是吧？哎，你是不是觉得我真的是在意你每个月那几千块钱？
你说你捂那么紧干嘛呀？哎，我记得当时拍照的时候，你不是挺大方的吗？就你那身材，不用我再细说了吧？啊？你说你在这跟我装什么装？文哥，我是家里真的需要用钱，否则我不会借钱，是吧？借钱可以，没问题，但你借了钱不还，那就叫恩将仇报了，对吧？孟秋，问你，我是不是帮过你？那我就再帮你最后一次。只要你按我说的做，这笔账马上就能了。我不卖身。卖身？谁说卖身了？你觉得我是那么 low 的人吗？当然，我承认，之前呢，我对你的态度确实是有点激烈，我也反省，所以我才觉得，帮人啊，咱们得帮到底。你想让我做什么？孟秋，林孟秋，你们，花主任，你们见着林孟秋了吗？没有啊，怎么了？林孟秋他可能不想活了，这是他昨天晚上留下来的纸条。文文，麻烦你找一趟我爸，帮我看看他，告诉我爹，姐没本事，他得靠自己了。文文，我们是最好的朋友，你会知道真相的。相信我，我没有做坏事。你先别慌，什么时候的事？我不知道呀，昨天晚上我俩都一夜没睡，我早上实在太困，我就先睡着了。我一觉睡醒，他人就不见了，微信不回，电话关机，就留下了这张纸条。楚云啊，现在有个紧急情况要跟你汇报一下，林梦秋可能出事了。我呢往群里发了张照片，你看完之后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。现在我请求所有人立刻出去找林梦秋。走。上哪找去啊？人命关天，大街小巷掘地3尺也要把人找到。陈佳，你现在报警。你听说过代孕？这个李总家里有矿，就是想要个儿子。人家要求不高，啊，大学生，漂亮，温柔。嘿，巧了，你全符合。你说这是不是缘分啊？找个地儿是吧？躲1年，孩子一生30万到手，到时候你什么债啊，你爸看病啊，你说那还叫事儿吗？别说，无用营养，你只管生，生下来我们就得送走。这孩子是死是活跟你一点关系没有，你只负责数钱就行。李文文，你再给他拨个电话试试。快一点！我说，万一你们睡个几天，睡出感情了，那你可就成了李太太，你管得起吗？我是不会给他生孩子的。想清楚了，我能帮你，也能毁了你；我能帮你，也能毁了你；我能帮你，也能毁了你。
慢点。哦。喂，我是楚云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去丰泽湾大桥。所有人请注意，接到110指挥中心通知，有人在丰泽湾大桥要跳江，大家用最快速度赶到现场。小磊，去丰泽湾大桥，越快越好。好。林梦秋有可能在丰泽湾大桥。去丰泽湾大桥。快点，快点。孟秋，你先上来啊，孟秋！林梦秋，我是京唐法院执行局的法官，我叫麒麟，这是我的工作证，我给你看。你别过来啊！你过来我就跳下去。行，我不过来啊。你也不要激动，好吧？有什么问题我们说出来，不是解决不了的。解决？我的事解决不了了。这不就是欠了点钱吗？有什么解决不了的呀？来，你先回来，咱们慢慢聊，好不好？你少跟我说这些鬼话！你们跟谭文一样，都来逼我，你们执行啊！我现在什么都没了，就剩这条命了。咱们第一次见面，你不相信我，我能理解。但是你一定要相信法律。之前不管什么人来逼你还钱，但是今天我们这么多人过来，就是来给你解决问题。你还这么年轻，未来还有大把的好时光，你不要做这样的傻事儿。你想想你父母，他们那么爱你，那么疼你，还有你学校里那么多的老师和同学，都等着你回去呢。真的没什么了不起的，不就几万块钱吗？对，就是这几万块钱压得我活不下去。你想救我是吗？那我能不还钱吗？你说话呀！你们救了我，是不是还得逼我还钱呀？你看啊，就你这个情况，我们可以跟申请人去商量吗？要求暂缓执行。我刚才不是跟你说了吗？要相信法律，法律保护的不光是申请人的合法权益，同样也会保护像你这样的被执行人的合法权益。咱们换个角度来想啊，你想想你爸爸妈妈辛辛苦苦把你养大，不管怎样，你不能让他们白发人送黑发人吧？你现在什么都别说了，我知道我对不起我爸妈，我来世再报答他们。放开我，放开我，让我去死吧！放开我！这个你看一下。坐那发呆半天了，怎么了？你说，林梦秋今天要是死了，算不算我们逼的？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呢？被执行人有过激行为的太多了，不能他们一走绝路就怪法官吧？安阳露露，你不理智啊！我怎么理智？我们每天催债、要钱、抢纸，我们帮申请人追回自己的财产。我一直认为我们干的都是积德行善的好事儿。可今天，我的信念动摇了。欧阳露露，你的这个想法很有问题。你不是像张天翼、田家那样的新人，这种事儿你经历的还少吗？李仁从楼上要往下跳的时候，也没见你有这么大的反应啊。林梦秋和李仁不一样。有什么不一样的？所有被执行人在案件的判决与执行当中都是一样的，
你不能因为被执行人的身份变了，你就滥用同情心，这样会影响公正执法。我不想跟你说话，真任性。你要是这样的态度，我一定要和你聊一聊。我就问你一个问题：如果所有被执行人都站在桥上要往下跳，你怎么办？放弃执行吗？我说的不是所有被执行人，我说的是林梦秋。林梦秋也是被执行人。行啊，那你执啊，你去执行啊。他现在都这样了，你下得去手吗？那我肯定的告诉你，无论发生什么，判决永远要得到尊重，该执行就得执行。哎，行，你俩别吵了。叶轩法官是要依法办事，只要是记得住条文，背得熟规范，永远人家就正确。不会说话你就闭嘴吧。不过这件事儿我挺欧阳露露。哎，你说如果林梦秋今天要真出事了，我至少得做1年的噩梦。那条多高啊！这要不是天大的委屈，这不可能能站得上去。你说是不是？总算说了句人话，我要不帮他，我也得做1年噩梦。不就6万块钱吗？我现在就转给他。不是6万，是1亿7637万。什么意思啊？这个是我们这个季度执行的所有案子被执行人欠款的总额。你帮了林梦秋，你能帮得了所有被执行人吗？你觉得他们可怜？好，你去把他们欠的钱还了，反正你家有钱。叶璇，我跟你也共事好几年了，我从来没发现你像今天这么让我讨厌，非是的性。洛儿，心有点过啊！你怎么这么跟人女孩说话呀？我是为她好，话不说重点，记不住。迷茫着踉跄着孤独的徘徊的无语着，伦理的道德的消失的寂寞的蔓延着，久违的失语的热闹的不安的憧憬着，落水的抢救的强烈的无力的躲避着，逃跑的安静着，吵闹着，混沌着，崩溃着，阴暗的黑暗的破坏着，都无力面对。勇敢的、坚定的、坚毅的守护的人啊，奋力的、无畏的、坚韧的摆着不挠，照亮你和我。邪恶的、虚伪的、卑鄙的、懦弱的复杂着，伦理的、道德的、消失的、寂寞的蔓延着，阴暗的、黑暗的破坏着，都无法抵挡。勇敢的、坚定的、高尚的、守护的人啊，奋力的、无畏的、前行着、摆着不挠，照亮你